簪花宴上，裴静把海棠插到了捧花壁鬓边。鲜花配美人，只有你这样的美人才配得上本世子的海棠花。世子，您把这簪花给了婢女，那跟您定了娃娃亲的温燕宁，您是真不打算娶了？3年前，我求兄长带我见她。小时候瞧着粉雕玉琢，谁知长大后竟像个发了水的死馒头，多看一眼都等胃口。也不是不娶，只是我裴静平生最爱美人，温燕宁貌丑，入府顶多只配为妻。还得是裴世子，清流世家温太傅的嫡女，竟也只配给您当妾。哎呀，世家主母关系着夫君的脸面，娶了这样一个颜女，裴兄出门岂不天天遭人耻笑？怕是连洞房都不想进吧？温燕宁想做我的正妻，除非她方才跪着来接我手里的簪花，可惜她已经错过这个机会了。哎呀，原来温小姐戴面纱是为了遮丑，我还当是什么了不得的规矩，原来是怕惊着人。世家贵女就是命好，生得如此有爱观瞻，还能配给世子，不像我们，要是生得抱歉些，早就被卖去配夜香郎了。哭什么？这不挺甜的？你跟那个发馒头有什么好比？以后本世子联系。裴静，你不想娶，我还不想嫁。小姐，我们在江南时，你就有第一美人之称，裴世子凭什么到处造谣，诋毁你的名声？小姐，你不解释一下？解释什么？说他看见的不是我的真容。他若真心待我，这3年里早该来问一句。3年前他来的那日，我恰巧出疹子，脸肿得不成样子。他只看了一眼，就判了我的终生。天妒红颜，这张脸生得太招摇，命数却压不住，先戴面纱遮一遮，等日后嫁个能镇住美人煞的人中龙凤，方可摘下。裴家兄弟终归是不一样，赝品终究就是赝品。走吧。晦气。糟了，小姐，你的面纱……没事，不用剪了。不行啊，小姐，我们还是得回去剪。夫人说了，面纱是贴身之物，京城可不比咱们江南民风淳朴，万一被登徒子捡去，掉都掉了。不行，必须找回来！师傅，快往回走！快些，快些！明明就掉在这儿了，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可万一要是被登徒子捡到，小姐你的归玉就要被毁了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人想要的。再说你家小姐的归玉，今天已经被裴静踩在泥里了。裴静，你半夜翻墙潜入人家闺女的院子，你意欲何为？你是想气死朕吗？臣已有心仪的女子，此生非她不娶，只愿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混账！那你和温家的亲事呢？那是朕亲口赐的。
求舅舅成全，让臣与温家退亲。你的心上人可是当日簪花宴上的那个捧花婢女？不是的。舅舅，朕还不确定他是谁，但那份心条，此生仅有。求舅舅助臣找到这方面纱的主人。温家那丫头可是你1岁抓周时连宝剑玉印都不要，死死抓住手不放的小姑娘。如今你当真要为了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，把朕的旨意当成儿戏，非要跟温家退婚不可？臣若心悦一个人，便无关他的身份地位，求舅舅成全，帮臣找到这方面纱的主人。裴烨，你也劝劝你这不争气的弟弟吧。裴烨，3年不见，他依旧是这般。舅舅，臣有个主意，要不您把温燕宁许配给我哥，臣瞧着圣旨上那2字再添2笔，不就成了裴家大郎的大了？哦，楠楠，那面纱不是你平时戴的那条吗？楠楠，那面纱不是你！裴寂，你当朕的赐婚是什么？你当朕说出去的话是废纸吗？菜市口挑白菜啊！你自己不要的，嫌弃坏了的，顺手就塞给你哥。你当这全天下的人都死绝了，还是当你哥是专门捡你剩下破烂的废人？臣不敢，只是臣已有心上人，若娶了温小姐，也是委屈了她，不如让给哥哥。委屈？你也配提这2个字？哼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再看看你娘当年挑人的眼光。你哥事事随他，那品味和眼光早就高到了天上去了。你这种满脑子只图一张脸的废物，也敢跟你哥比？你亲眼见过且嫌弃成那副德性的女子，你竟然觉得你哥能瞧得上？裴进，你是想羞辱朕的眼光，还是想恶心你哥哥？裴爷，你自己说说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回舅舅，臣已知弱冠之女，这大公子也是个怪人，京中如他这般年纪的，早该儿女绕膝了，偏他房里连个通房都没有，可不是，哪像2世子，整日流连花丛沾花惹草的，这名声啊！你哥不像你，他在京中洁身自好，不知碾碎了多少贵女的芳心。那还不是他自己不肯娶，京中谁不知道他那个臭脾气？舅舅，裴某早已说过，我心悦之人已名花有主，裴某此生恐不会娶妻。哦，这便是当年他请旨废长立幼的原因。为了这句誓言，大公子当初特意请旨，让圣上立了2世子，险些让平西王府绝了后。你竟然还记着那誓言！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女人，你连王府世子之位都不要了！真羡慕啊！究竟是怎样的奇女子，能让裴野痴情至此，终生不娶？又是如何能狠下心肠，放弃这般顶顶好的郎君？热切能与天光相当，情话我回身一望，眼前少年写断春光，未曾想人世变幻有多无常。那年有满天悲伤，东施效颦。温燕宁，
就这么想嫁给我？世子爷，御前不得喧哗。打听到本世子在满城找掉面纱的女子，你就故意带了这么个玩意儿来我面前晃悠。你想以此博关注？你以为遮住脸就能冒充我的心上人？我的心上人是瑶池仙子下凡，戴面纱是为了避开登徒子的觊觎，而你呢？你活脱脱就是一个发了馊的馒头，隔着面纱都能熏死人，戴了还不如不戴，省得令人作呕。也是，你这种丑女，好不容易逮着个进宫见我的机会，可不得拼命往我身上贴。陛下，小女虽非绝色，但也绝非。这温大人也是急糊涂了。裴世子可是长公主和平西王的独子，皇上的亲外甥，那是位同皇子的主。可不是，温家说到底也就是个外臣，世子爷想娶便娶，想弃便弃，哪有他们嫌弃世子的份儿？怎么，温大人还不服气？你也不看看你女儿现在这副上不得台面的德行。她终究还是那个高不可攀的谪仙人。臣女谨遵圣意，任凭圣上做主。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省心。这门亲事是老王爷在世时亲自定下的，朕若今日准了，来日如何向皇姐交代？这事儿先且按下，都滚下去。温太傅，你留下，朕有话单独问你。是。照天地苍茫，却有花影成双。爱人自相屏障，听回望。世子爷，这……滚远些！温延宁，别躲了。本少爷看着你这双眼，倒还勉强能瞧。你小时候玉雪玲珑的一个人，全京城勋贵家的女娃娃，没一个能比得上你好看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想，和我定了亲的小姑娘，长大该是什么模样？哪怕不是绝色，也总该能带得出去。许是江南的风水当真不养人，竟把你长成这副鬼样子。你爹真该早些送你回家，白白浪费了本世子这么多年的期待。温延宁，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想的？我8岁那年曾在父王案头见过你的画像，那时你玉雪玲珑，我甚至幻想着我的未婚妻长大后定是那种惊艳京城、国色天香的面纱美女。可现实却狠狠给了本世子一巴掌。画像上的小仙女没等来，倒等来一个发面顽童。你瞧瞧你自己现在这副德行，哪一点配得上本世子当年的幻想？怎么，又要像簪花宴上那样，对我玩些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故意表现得冷淡，好让本世子觉得你与众不同？温延宁，你这种手段，本世子在花丛里见得多了，简直让人作呕。这身段怎么会如此相像？本世子倒要看看你藏的是什么鬼东西！二弟，不得无礼。你哭什么？温延宁，你就非嫁给我不可吗？若你真执意如此，也不是。世子慎言，臣女的婚事仅凭圣上做主。温延宁，本世子刚才可是给了你台阶下，你竟然敢！好，
好得很。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香饽饽？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本世子也用不着跟你客气。随便你，你最好记清楚今天说的话。反正本少爷把话撩这儿，我是绝对不会娶你这个丑八怪的。你就算死，也别想进我平西王府的大门。原来他也不是非裴静不嫁的。小姐，永昌侯夫人明明特意嘱托过，让世子爷陪您游春，可您瞧瞧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瞧，那是温家那位吧？被世子爷晾在这儿半个时辰了，真是丢死人了。长得丑便罢了，还没自知之明。世子爷也太过分了，他这就是诚心的，故意迟迟不至，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看小姐的笑话。小姐，咱们干脆开船，不等他了。他不来，这春景倒也清静。小姐，大公子怎么也来了？瞧他那身衣裳，怕是刚下朝就被二世子生拉硬拽过来的。裴静这心思倒是一点没变。从前为了能离裴婷近些，连这荒唐的婚约我都认了。既然裴静想推一把，我顺水推舟又何妨？哥，既然来了，就陪温小姐好好聊聊，都是自家人，别整得这么生分。世子，这是新酿的百花果酒，最是应景。这香味不对劲。裴静，你为了退婚，当真连这种东西都敢用？温小姐，此酒姓烈，女儿家在外，恐刷芳仪。这酒还是不饮为妙。怎么回事？哥，温小姐就交给你照顾了。热切能与天光相当，轻唤我回身一望，眼前少年写断春光。曾想人世变幻有多长。裴大公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温小姐，救我！我不会浮水。他这样的人，竟然不会水。天哪，那不是温家那位蒙面小姐吗？怎么和大公子搂抱在一起？这大庭广众之下，肌肤之亲都占全了，还要不要名节了？怎么是他下水？这丑女救美男，剧本拿错了吧？哎呀，看来我哥和温小姐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合。这水里一遭，想必是情难自禁吧？陛下，现在京城上下都传遍了，说温小姐与裴大公子在曲江落水相拥。裴静那点心思，朕岂会不知？但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看到了，木已成舟，朕若不改口，平西王府和温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传朕旨意，裴静与温家婚约作废，另下新旨，将温燕宁许配给平西王府长子。
裴爷。世子爷，这东大街蒙面的姑娘都查遍了，没一个对得上的。再查，京城统共就这么大，他还能上天入地了不成？这些俗之艳水，也配学他戴面纱？这位世子爷怕是疯了，为了个掉面纱的影子，快把全城的针线房都翻过来了。半个月了，还是没有他的消息吗？哪怕是人间蒸发，本世子也要把他挖出来。小姐，大公子的聘礼都抬进来了，整整18台呢。这些面纱我给您收在妆台最显眼的抽屉里，成亲后好随时带。不，把这些统统压到箱子最底下。小姐，这不是您最喜欢的女罗花纹吗？您以前不是说这花纹最衬您的气质吗？裴静现在满城找那个面纱仙女，若是让她看到这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只要过了这3日，我便是她的长嫂。这些东西绝不能再见天日。裴爷应该已经等在其方了吧？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裴静？难道裴爷在这个当口逃婚了？哎呀，温小姐，瞧我这记性，刚才忙晕了头，忘了跟您说声。城西突发时疫，圣上急召，裴大公子刚才被点了大理寺卿的差，亲自查验治疫去了。这不，长公主殿下亲自下了令，让二公子带兄迎亲，这也是皇家的体面，不是？成亲这种一辈子的大事，新郎官竟然跑了，这叫什么体面？裴家也太不尊重咱们小姐了。宝珠，莫要多言。裴大公子是为圣上分忧，这是公事。裴进这人不咋地，但带兄迎亲总好过让我抱着只大公鸡拜堂。至少这平西王府的门，我今日是进定了。瞧瞧世子爷那张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送丧呢。带兄迎亲，还要迎个他最瞧不上的发馒头，能有好脸色才怪呢。温燕妮，你别得意，本少爷今儿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，才没让你在门槛边晾着。在跌跌撞撞之后才明白，你要的爱。这真的是那位温小姐？天哪，这相貌，我在京城活了16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绝色。锄禾流沙，几句3日月，苍风尽变幻。乱世多少红颜，换一身长。怎么是你？怎么会是你？终究也不过是风轻云淡。长枪策马通天下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外头客人们还等着您去挡酒呢。二公子，该出去了。快，世子也许是喝多了，快扶他出去歇歇。世子爷饶命！错了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，这不对，新娘绝对不是温燕宁，那个发馒头一样的丑八怪，怎么可能是她？你们换了人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搞错了，新娘不是温燕宁，她不是。你是谁？温燕宁是个又胖又丑的发馒头，
你们这群奴才竟敢合伙欺瞒，弄个狐妹子来调包！二公子这是欢喜疯了吧？这么漂亮的嫂嫂，他居然说是调包的，可不是嘛？当初他嫌弃人家貌丑，如今见着仙女了，估计是肠子都悔青了，才在这胡言乱语呢。二公子，这话可使不得，这可是圣上赐婚，温太傅府上亲自送出来的轿子，哪能有假呀？闭嘴！那面纱美人才是，她才是，这温燕宁绝不长这样。二公子，今日是大公子的大喜之日，您在这闹成这样，是想让长公主殿下也跟着丢脸吗？嬷嬷，你快瞧瞧，这新娘子根本不是你。二公子醉得厉害，都开始说胡话了，扶他回去休息，别让他在这儿惊扰了新夫人。是，二公子定是高兴过头，喝高了。以后在这平西王府的日子，往后怕是再难太平了。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我的面纱呢？我的面纱去哪了？爷，您消消气儿。世子爷，您找的是这个吧？奴才昨儿见这宝贝落在洗房地上了，怕脏了您的眼，赶紧拿下去打理干净了，帮您好好收着呢。爷，说真的，您这画工是越来越精进了。您瞧瞧，画的真好，这画上的花纹画的那叫一个绝。这菟丝花栩栩如生的，奴才瞧着跟这面纱上绣的一模一样，不，画上的简直跟真的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菟丝花？就是这个花啊！爷，您自个儿画了满墙，倒问起奴才来了。爷，您是贵人，许是不知道咱们民间的土话。这菟丝在咱们这儿不就是女罗吗？您画的这么细，奴才还当您最爱这花呢。女罗，这就是女罗。是啊，您不是一直说那位面纱仙子是瑶池下凡吗？您画的这女罗啊，也真跟仙草似的。哦，奴才懂了，是奴才嘴笨。您是读圣贤书的公子哥，自然喜欢文雅些的称呼。女罗，女罗，这名字听着确实比菟丝要有仙气。女罗，就是菟丝。是啊，不过奴才多句嘴，这花的寓意其实不太好。这玩意儿缠缠绕绕的，离了宿主根本活不成。也怪了，要说这京城里，除了您要找的那位大美人，也就只有温家那位大小姐。哦，瞧奴才这记性，现在该叫大少奶奶了。听说啊，也就她一个人喜欢这种古怪花草。爷，奴才说错什么了？奴才这也是听温府的老人提过一嘴，说那位大小姐邪性的很，从小到大的衣裳帕子，甚至鞋面上都要绣着女罗。爷，您想想，等您日后把那位面纱仙子娶进门，她跟大少奶奶都喜欢同一种花，这对妯娌啊，往后定会志趣相投，亲如姐妹。闭嘴！发了馊的馒头，你上不得台面。原来是他，竟然是他！小姐，都这个时辰了，大公子那边还没个准信儿送回来，这新婚夜城西时宜严重，皇上又点了他的将，裴炎今夜应当是回不来了。大公子也是，偏赶上这时候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小姐您累了一整天，正好早些梳洗歇下。裴静那边想必已经闹翻了天，可我还没想好该怎么面对裴爷，毕竟他是我强行赖上的夫君。宝珠，熄灯吧，我乏了。是，小姐。别怕，是我。
裴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城西10亿严重，新郎官今夜都回不来吗？城西10亿另有隐情，事关重大，我不便大张旗鼓，这才连夜抄小路赶回来，准备与爹娘商议对策。既然如此紧急，那裴大公子快去吧，二老应当还没歇下，若是再晚，内院怕是要落锁了。正事要紧，妾身绝不敢耽误公子的前程。他是嫌我多嘴了，还是我哪里说错话了？裴大公子为何这般看着我？你莫不是在嫌这身衣裳不干净？也是，城西10亿凶险，你又是刚从那儿赶回来的，定是怕沾染了晦气，过给爹娘吧。是我疏忽了，我这就去叫宝珠备水，你先更衣，等洗去这身尘土，再去见二老也不迟。不必。时候不早了，既然你嫌备水麻烦，我待会儿自己去洗漱换身衣裳便是。你先歇着吧。怎么反倒更气了？人人都说他是清冷淡漠的谪仙人，可如今看来，这脾气古怪的很，哪里好相处了？思来想去，唉，终究只能怪我，是我在这场局里机关算尽，逼着他娶了我这个他不爱的女人。宁妹妹，是我都知道了，我全都知道了。那日在簪花宴上掉了面纱的人是你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我翻遍了整个京城，苦苦寻觅而不得的那位心上人。是我混账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当初在御书房说的那些话，全是我该死。对不起，宁妹妹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。我要是知道，我绝不会那样对你。你理理我好吗？哪怕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其实我从很小时候就真心喜欢你了。你总说我不念旧情，可你不知道，那年你掉进水缸，我是真的想陪你一起跳下去，只是后来你的脸被马蜂蛰了，肿得变了形。我那时太年轻气盛，只图一张皮相。我怕被人背后指指点点，怕他们笑话平西王府的世子娶了个丑八怪，所以我才起了退婚的混账心思。我该死，我真的该死。可上天终究还是垂青我的。好在咱们的姻缘是圣上亲赐，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任谁都比不上。宁妹妹，你瞧，这就是缘分。我兜兜转转，又在知春员外对你掉面纱的样子一见钟情了。还好一切都来得及，还好你已经嫁进了平西王府，我哥还没同你圆房，对不对？今天拜堂的人是我替他赢的亲，是我替他走的礼。这门亲事在名义上根本算不得数。我现在就送你回家，明天一早，咱们俩就进宫求舅舅。我会跪在大殿前，求他改了圣旨，只要把名字换回来，你还是我的妻子，是我名正言顺的世子妃。宁妹妹，你别怕那些流言蜚语。我哥去的那城西疫区邪门得很，我听大理寺的人说，那里的10亿死状极其恐怖，浑身发黑，七窍流血。他裴野能不能活着从那鬼地方回来，都还两说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他真有个3长2短，我朝民间本就有兄终弟及奸妥两房的旧例，只要我愿意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到时候你依旧是平西王府的世子妃，风光无限。你现在不同意跟我走，难不成你真想刚嫁进来就守活寡，做个晦气的寡妇吗？我的鼻子！
二弟，你刚刚说谁死在城西？深夜潜入长兄心房，对着你嫂嫂说那些大逆不道的话，你好像很盼着我死。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为了宁妹妹。既然你觉得这门亲事算不得数，又觉得我回不来，你是想让我死在外面，好继承你的嫂嫂了？糟了，若让裴野在这里打死亲弟弟，那平西王府便彻底毁了。裴野，收手，别在这里闹出人命！竟是在吃醋，他以为我在护着裴进。裴进，朝令夕改，出尔反尔。这桩婚事当初是你寻死觅活要退的，如今圣旨已下，人已进门，你又深夜闯入新房闹事，你当圣上的旨意是什么？儿戏吗？母亲，不是我想抢哥哥的妻子，而是哥哥抢了我的妻子！混账！你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！胡言乱语！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哥哥他平日里装的清高孤傲，不染尘埃，实则心机最深。那天在曲江画舫上，哥哥是故意落水的。他裴野3岁就能在王府莲池里扎猛子，水性比谁都好，他根本就不会浮水。他就是在那儿演戏，为了败坏温叶宁的名声，好让圣上改口赐婚。你闭嘴！母亲，您亲眼瞧瞧，那个我找了半个月魂牵梦绕的面纱美人就是温叶宁，她就是我要娶的那个人，是哥哥用计抢走了她。不对，不只是画舫落水，要更早，不仅是落水。从一开始，哥哥他就是蓄谋已久，他早就盯上温叶宁了。裴进，你已经疯魔了，还在胡言乱语什么？你哥哥清修自重，品行端方，怎会如你这般荒唐龌龊？我疯了，母亲，你一直觉得哥哥是不染尘埃的谪仙，觉得他事为了我这个弟弟退让，可您知不知道，他那副道貌岸然的皮囊下藏了多深的心机？爹娘，你们若是不信，不妨现在就去搜搜哥哥的书房，看看他那暗格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这是谁家的小姑娘？这画上的人是我，这是我在江南祖母家时的样子。铁证如山，哥哥，你还想怎么抵赖？你这心思藏的可真够深的。这么多年，你当着全京城人的面装清心寡欲，不近女色，甚至连父王早就属于你的世子之位都大方的让给了我，好让全天下都当你是个不争不抢、淡泊名利的节仙长兄。我原当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兄长，没成想你竟然从那时起就在谋划着要夺走我的未婚妻。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你这个骗子！裴野，你告诉娘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当真从那么早就存了这种心思？这画里的姑娘竟然就是现在的长媳。那么这些年，她口中那位心有所属、此生不娶的神秘白月光，其实一直是我。我竟然稀里糊涂的吃自己的醋，吃了这么多年。我也没资格说她心计深，毕竟我也早就对她图谋不轨了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透顶。罢了，闹到这一步，强求谁都没意思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咱们当爹娘的管不了那么多。你妹妹，你听到了吗？爹娘的意思是，这门婚事如果不公，你可以凭自己的心意重许。你若不愿嫁给我哥，这平西王府里便没人有资格勉强你。当初是我混蛋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但我现在知道那个人是你了，我会补救的，我会用一辈子来对你好。他这样子，竟像个做错了事等着被惩罚的孩子。二公子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我不愿改嫁。名分已定，圣旨已下，我既嫁给了裴野，我便终生都是他的妻子，生是裴家人，死是裴家鬼。
宁妹妹，为什么？难道你不记得小时候了吗？那年我带着你在公主府后院玩，你不小心掉进了那口大水缸，周围没一个下人，是我一直没放弃，哪怕指甲都夸烂了，也拼命想把你拉出来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要是真救不出你，我就跟着你一起跳下去淹死算了。可是我最后救了你啊！咱们的缘分从在那水缸里捞起你的时候就定下了。我早就喜欢你了，所以这些年才对未婚妻有那么多念想。难道你对我不是吗？说完了，裴静，可人总是会变的。就像小时候的裴静，拼了命也要把掉进水缸的我拉出来，甚至发誓会护我一生一世。是，我一直记得，我从未忘过。可你忘了，就在半个月前的簪花宴上，你亲口对着那群玩路说：“温燕宁貌丑，入府只能为妾。”你还记得你叫我什么吗？你说我是发馊了的馒头，你说我这种丑女戴着面纱就是为了遮丑，你说娶了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裴静，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被一句所谓的喜欢弥补，你喜欢的从来只是那一层漂亮的皮相，而不是我温燕宁。冤孽，真是冤孽！早些歇息，城西那边还有急务，我先走。裴爷，合卺酒还没喝呢，新郎官就要逃了。你不生气？生气？生什么气？方才在大堂裴静那样闹，我以为你最后选我只是为了气他，或者是为了温家的名声。我以为你心里怨我蓄谋已久，并不想看见我。裴大公子，你这是觉得自己被我当成了弃裴静的幌子？我只是恨自己生得太早。我只是恨这老天爷偏心，非要让我早生了3年。大3岁怎么了？大理寺卿大人这会儿倒计较起年岁来了。若我只比你大1岁，若当年抓周时我也在场，那圣旨上的名字从一开始就该是我的。我恨我比你大3岁，我恨这世间缘分竟只认那一纸荒唐的娃娃亲，让我白白在那暗处守了你10年。裴爷，你这个傻子，你真以为我选你只是为了弃裴静？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。我喜欢你，喜欢到为了能离你近一点，为了能名正言顺地进这平西王府的大门，我甚至愿意顶着那个荒唐的婚约去当裴静那混球的未婚妻。怎么，大理寺卿大人这会断不出真假了？裴静总念叨着对我的救命之恩，可他大概忘了，那恩情的后半段其实是你给的。我掉进公主府大水缸那次，裴静确实没放弃，他那个傻子只知道拼命拽我的胳膊往上拉。他当时是很努力，可他除了蛮力什么都不懂，把我的手腕都勒出了血痕，皮肉都翻开了，还是没能把我拉出来。当时一定很疼。后来他大概是吓怕了，哭着跑去找了你。你来了之后，只看了一眼那缸，就当机立断，捡起旁边的假山石，把那口缸砸了。裴静呢，他当时还在旁边急得直跳脚，喊着这可是娘亲最喜欢的青瓷莲花纹双耳大缸，砸不得。你砸了缸救了我，却为此被长公主罚跪了一整夜。即便那样，你也没供出我和裴静，一个人全扛了。分内之事。再后来是3年前，我被马蜂蛰了脸，肿得面目全非，自己都觉得丑，躲在园子里没日没夜的哭。裴静偷偷来看了一眼，被吓得当场就跑了。可你呢，堂堂大理寺卿，竟然去偷长公主的御赐养颜膏，大半夜翻墙进温府给我擦药。裴爷，你瞧，你处处护着我，事事想在前面，你这么好，我为什么要放着你不喜欢，转而去喜欢那个裴静呢？阿宁，我对你的心意也是一样的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了整整10年。裴爷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3年前那次，裴静偷看我被马蜂蛰了脸，那个时机选的未免也太巧了。是你带他去的吧？你是故意挑在我脸肿得最难看、哭得最凶的时候带他过去，对不对？你早就知道裴静那性子只看皮相，你想吓跑他。好啊，裴爷，原来你那时候就开始算计了。你这大理寺业的手段，竟都用到我身上来了。说，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
对不起，是我心思龌龊，竟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去争抢。我这样的人，本就配不上阿宁。你要是生气，就骂我吧，打我也行，只要你别不要我。裴爷，你这副样子，真当我是铁石心肠吗？你这样，倒让我想起以前养过的那只鸳鸯眼狮子猫。那猫平时大家的很，谁都不理，可每回馋嘴想讨食的时候，就总能装出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让人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。罢了，既然我以前就喜欢你，如今也栽在你手里，算你有本事。宝珠，这半个月府里那位世子爷是不是都没出过门？小姐，我正要跟您说呢，您以为是他不想出来，是不能。我刚从大房厨下那边打听到，世子爷犯了弥天大错，被长公主下了狠令，正关在自己院子里禁足呢，连院门都不许出一步。禁足？阿宁在想什么？在听宝珠说二弟的事。他怎么惹得母亲动了那么大的气，竟被禁足这么久？母亲做主，被裴静纳了房小妾。以他的性子，能乖乖听命。那人是谁？我认识吗？这人你也认识，就是当日簪花宴上，他亲自为他插花的那个婢女慈音。竟然是他！世子，那日簪花宴，您亲手为奴婢插花，满京城都瞧见了。如今奴婢被人指指点点，除了您还能去哪儿？求世子给奴婢一个名分。名分？我可以给你黄金万两，良田千亩，保你余生衣食无忧。但我这颗心早已许给了天上的明月，哪怕明月不再照我，我也没法再去旁人，哪怕只是外室。滚！我说紫音，你也太自作多情了。世子爷找的是仙女，你一个野鸡也想攀金枝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哎，他要干什么？所以，慈音被救上来后，母亲为了保全王府颜面，才强逼着裴烨收了她，还罚了她禁足。裴烨，慈音跳河这事儿，还有那几个刚好在场的纨绔，真和你没关系？我怎么觉得这局布得这么顺手呢？连时间、地点、证人都刚刚好。阿宁，我跟裴静不一样，在我眼里，这辈子有你在身边，已是上天给我的最大恩赐。这心里总共就这么点地方，再多塞一个人，我都觉得挤得慌。哦，是吗？裴大公子当真如此清高，我可不信。娘子竟然这般揣测我，男子婚前若不能为妻子守身如菊，那跟路边的烂白菜又有何区别？那种男人，不仅身子是脏的，就连骨头缝里都是臭的。我若像他们那般自甘下贱，早就一头撞死在宗庙前求个干净。我哪里还敢站到娘子身边，白白污了娘子的眼。娘子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对，夫君说的极是，那种不自爱的烂白菜哪里能跟你比？在我心里，夫君自然是这世间最干净、最金贵的人，谁也比不上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被人下了药，强行塞进慈音房间的，我是被陷害的，我根本就没有碰她。现在，我真的什么都没了，名声、清白，还有你。你真好，都没了。回禀公主，世子爷这些日子天天在春风楼买醉，今日回城途中突然浑身燥热，像是五脏六腑都在烧，小的们实在没法子才……孽障，真是个孽障！这到底是喝了多少酒，竟烧成这样？回王爷，这不是酒烧的，这是苗疆的同心骨啊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长公主恕罪，世子爷前些日子在大街上曾随口调戏过一名苗疆女子，
今日那女子拦住了马车，说世子爷既纳了宠妾，便是负了他的心，要讨个说法。调戏了人家，竟连名字都不记得。世子爷当时醉得厉害，压根记不清那女子是谁。那女子一怒之下，竟直接在世子爷的酒里下了蛊。可有解药？快说！不管花多少钱，不管用什么法子，都要把静儿救回来。此蛊极其阴毒，若3日之内不得解，世子爷必会全身干枯，七窍流血而亡。既是蛊毒，解法为何？此毒唯有与世子爷心心相印之人亲近，阴阳互补，方可化解。我是世子的妾，我是世子的女人，让我来救世子。宁妹妹，都看我干什么？想让我在这儿当解药，裴静也配。听说了吗？世子爷那蛊毒只有大少奶奶能解。可那不是乱了套吗？这长嫂如母，二公子这回真是把天给捅破了，以后这王府的脸面往哪搁啊？难道当真要眼睁睁看着我儿七窍笑流血而死吗？阿宁，有一桩旧事，我从未对人提起过。8岁那年，我和裴静都染上了10疫，那病来势汹汹，王府上下乱成一团。太医说此病凶险，十有9死。太医院翻遍了药库，跑死了3匹快马，也只从关外凑得出那唯一的一份秘药。药只有1份，可命却有2条。那二老选了你。爹娘在屋里商议了一宿，我在门外听着裴静在隔壁痛苦的哀嚎，一声比一声弱。终究，他们把那份活命的药喂给了身为嫡长子的我。万幸裴静命大，他凭着那口硬气挺了过来，也没落下什么病根。可从那天起，我只要一闭眼，就能听见他在病榻上的求救声。这20年来，我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，所以我欠他的。这些年，我拼了命的立功，拼了命的对他好。爹娘的偏宠我让了，平西王府的世子之位我也让了，哪怕他整日荒唐流连花丛，惹下天大的祸事，我也替他瞒着护着擦屁股。我能让的，不能让的，我都让了。唯有你，阿宁，我舍不得。你是担心我会救他，还是在自责当年的那份药？阿宁，他若是死了，我这辈子都逃不掉，我会永远活在愧疚里。说实话，对他即将中毒身亡这件事，我心里并无半点波澜。他今日的下场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但裴燕，你记住了，这叫天道好轮回。这些年他流连花丛，肆意玩弄别人的真心，欠下了无数情债。如今被那苗疆姑娘下毒，不过是他该受的报应。裴燕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菟丝花吗？因为君为女萝草，妾作菟丝花。世人皆道菟丝花是不吉利的攀附之花，离了宿主便不能活。可在我眼里，他们从未卑微，相反，他们彼此扶持，缱绻相依，生则同生，死则同穴。这便是我理想中的夫妻相处之道。裴野，你是我的女萝，我便是你的屠丝。除了你，任何人的死活都惊不动我的心。裴野，你信我吗？阿宁，我命都是你的，我信你。那好，接下来的3天，无论我做什么，无论外头传的有多荒唐，你都得依着我，不许闹脾气，不许吃醋，能做到吗？好，我都依你，只要你不离开我。宁妹妹，宁妹妹，你是心疼我了，对不对？你愿意来救我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别看，脏，别吓着你。裴静，我救不了你，这毒只有两情相悦之人能解，可我对你并无半分男女之情。之前呢？裴静，自始至终，我愿意嫁进平西王府，从来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能离裴炎更近一些。原来我才是最自作多情的那个，我只是个替身，不，我连替身都不如。人我带到了，裴静，你还有什么话想问？解药给我，我答应给你名分，给你黄金万两，
只要你解了这通辛苦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裴静，你在这装什么装？还强弩之末，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我笑什么？毒是你下的，你快救我，不然我让父王砍了你的头！老娘压根儿就没给你下毒。那天我也就看你那副调戏良家妇女的流氓样不顺眼，顺手撒了把寻常的痒痒粉，又编了几句瞎话唬你。谁知道你竟然当真了，还真把自己吓得半死不活。没中毒，不可能！我这3日5脏俱焚，浑身燥热，明明就是不可能！你也不想想，世间哪会有这么神奇的毒药？还得找什么心心相印的人亲近才能解。要真有这种宝贝，我会舍得给你这种烂人使？我早拿去自己当苗疆女皇了，还用得着在这跟你废话？只是我没想到，堂堂平西王府的世子爷，竟然能被几句瞎话吓成这副不活的鬼样子。这就是玩弄真心的代价吧？问心有愧，日夜难安，你这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。原来根本没有什么蛊毒，他只是自己把自己吓死了。自作孽不可活，带下去。缘分错落如深藏，仓皇思量爱已私藏，不愿想这情一字多荒唐。听说了吗？20世子那根本不是中毒，是得了心病，被人几句瞎话吓得差点断了气儿。早传遍了，全京城都在笑话呢，说世子爷是平西王府有史以来最胆小的世子，这种丢脸的事真是千古奇闻。以后看他还怎么在京城混。经此一遭，裴静那颗心怕是再也轻狂不起来了，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调戏姑娘，玩弄别人的真心了。他轻不轻狂与我无关，我只在乎阿宁现在可还觉得解气？解气？太解气了！大理寺卿裴野明察秋毫，于半月内牵破城西10亿之源，生擒前朝乱党首恶，救万民于水火，朕心甚慰，特封其为定安侯，赐宅邸于长安坊，加封太子太傅。钦此，臣裴野谢主隆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才是我裴家儿郎。小姐，哦不，以后得叫侯夫人了。长安坊的新宅邸可真大，比咱们温府还要大上3倍呢。听说圣上还特意赏了一院子的西府海棠，跟咱们院子里的一模一样。咱们赶紧搬过去吧。都搬齐了吗？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？都齐了，只是二世子今儿一整天都没露面。听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连王爷和长公主去叫都没出来，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就那么坐着。这调子，宁妹妹别怕，我吹这个哄你睡，打雷我也陪着你，我会护你一辈子的。这声儿听着怎么这么瘆人，像是谁在哭似的，大白天的，怪吓人的。阿宁，风凉了，走吧。好。赠我心头一片温和，叫你唱出我何能忘？未曾将这情